理性还是谬误？最短的时间为您讲透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您好，欢迎光临深邃视野的播客频道，收听我们今天的深度解读。我是您的时空之旅导航员劳伦斯星辰。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成名作《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这本书自2011年以希伯来文首次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45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销量超过1000万册。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奥巴马都曾公开推荐过这本书。它既不是一部传统的历史编年史，也不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而是一场穿越10万年的人类思想冒险。尤瓦尔·赫拉利1976年生于以色列海法，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是我非常喜欢的历史学家。这本书我也看过很多遍，每次读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虽然有深刻的感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不排斥这是一本有趣的奇书。赫拉利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擅长世界历史和宏观历史进程研究，常常被称作怪才。他着眼于极宏大的历史叙述眼光，又旁征博引，热衷于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乃至神经科学等学科的角度，对作为一个物种的智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做出全方位的考察和预测。读这本书并不枯燥，反而会沉浸于作者独特的视角、惊人的知识储备和幽默犀利的语言风格之中。赫拉利有一种罕见的本领，能把复杂的学术概念讲得通俗易懂，同时又不失深度和锐度。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简单来说，他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10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6种不同的人类，为什么今天只剩下我们智人一种？我们曾经只是非洲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对地球生态的影响力和萤火虫、水母相差无几。我们既没有狮子那样的尖牙利爪，也没有羚羊那样的奔跑速度，更没有大象那样的庞大身躯。在食物链中，我们长期处于中游位置，靠采集植物、追捕小动物、捡食大型猛兽吃剩的腐肉为生。我们的祖先随时可能成为剑齿虎的晚餐，或者在一场森林大火中丧生。但是几万年后，我们居然走出了非洲，遍布全球，甚至登上了月球，拥有了核武器，正在编辑基因，创造人工智能。为什么今天我们成了地球的主宰？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赫拉利的答案可以浓缩为一句话：人类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拥有虚构故事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人类这种原本平淡无奇的生物，在短短几万年间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他说的虚构故事不是指谎言，而是指那些只存在于人类共同想象中的实体，神、国家、货币、法律、公司、人权、正义，这些概念在客观世界里找不到，但在人类的集体信念中却无比真实。正是他们让无数陌生人能够大规模地、灵活地协作，从而战胜了一切竞争对手。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将人类历史划分为4次关键革命：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的融合统一、科学革命。今天我们就沿着这条线索，用1个小时的时间把这部宏大的作品讲清楚。我们会走到非洲草原上，看看我们的祖先如何从边缘生物崛起。我们会走进一片麦田，思考到底是我们驯化了小麦，还是小麦驯化了我们？我们会穿越到巴比伦、罗马、麦加和伦敦，感受货币、帝国和宗教如何把人类拧成一股绳。最后我们会来到实验室和工厂，见证科学革命如何赋予我们近乎神的力量，同时也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与危机。准备好了吗？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智人究竟是怎么赢的？为什么那么多人类物种，最后只剩下我们？第一部分，认知革命，智人凭什么赢？赫拉利在书的一开篇就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人类早就习惯把自己看得与众不同，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是上帝的子民，是宇宙的精华。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其实是一种没什么特别的动物。我们属于人属这个生物属，而我们所属的物种学名叫做智人，意思是有智慧的人。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自我吹嘘的意味，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起的。其他动物可没有给自己起过这么响亮的名字。在整整20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一直只是一种弱小、边缘的生物。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东非的草原和森林边缘，主要以采集植物根茎、果实、种子为生，偶尔捕猎一些小动物，更多的时候是靠捡食猛兽吃剩的猎物残骸。考古学家在早期人类化石的牙齿上发现了大量的磨损痕迹，说明他们的食谱中包含大量坚硬的植物纤维和未煮熟的肉类。
他们的工具极其简陋，几块打制的石头，削尖的木棍，连弓箭和长矛都是后来才发明的。他们的脑容量虽然比黑猩猩大一些，但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在整整200万年里，人类的工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生活方式也几乎没有进步。他们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充满创造力和变革的冲动，而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采集和搜寻的生存循环。更让人意外的是，在过去，地球上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种人，属于人属的动物曾经有多个物种同时存在。10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6种不同的人类。欧洲和中东的尼安德特人，他们比智人更加强壮，脑容量甚至比智人还要大，更能适应寒冷的气候，在欧洲生存了数十万年。大洋洲的丹尼索瓦人，他们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洞穴中，拥有自己独特的遗传适应能力。印度尼西亚的梭罗人，一种矮小的人类，生活在热带岛屿上。还有西伯利亚的直立人，他们是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之一。此外，可能还有弗罗勒斯人，被称为霍比特人，身高不足1米。这些兄弟姐妹和我们智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片土地上，有些甚至比我们更加适应当时的环境。但是今天，这些兄弟姐妹全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们智人一种。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智人凭什么赢？在体格上，我们不如尼安德特人强壮；在脑容量上，我们也没有明显优势；在感官上，我们的视力、听力和嗅觉甚至不如许多动物；在体力、速度和敏捷性上，我们更无法与那些大型猛兽相比。那么，究竟是哪种特质让我们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赫拉利给出的答案是语言，但这里的语言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语言。其他动物也有语言，猴子能用不同的叫声警告同伴，有舌还是有音，这是一种针对紧急情况的警报系统。词汇量有限，无法表达复杂的概念。鲸鱼和海豚能发出复杂的声波进行交流。科学家发现，不同族群的鲸鱼甚至有不同的方言。蜜蜂甚至能用舞蹈来向同伴传达花蜜的位置和距离。这种舞蹈语言非常精确，可以指明方向、距离和花蜜的风度。但所有这些动物语言的共同局限在于，它们只能描述当前直接感知到的现实。这里有一只鹰，那里有一丛花。它们无法讨论昨天发生的事情，无法规划明天的行动，更无法谈论一个完全虚构的事物。智人语言的独特之处在于2点。第一点是八卦。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智人能够发出的声音特别多，可以组合成极其复杂的句子，这使得我们能够传递大量关于社会关系的信息。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智人可以讨论自己部落里谁可信，谁不可信，谁和谁有矛盾，谁和谁有暧昧，谁善于采集，谁擅长捕猎，谁在战斗中表现勇敢，谁又在关键时刻退缩了。这听起来很不堪，甚至有些低级趣味，但效果惊人。一个部落里的人如果能互相八卦，就能建立起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都能了解其他人的性格、能力、性欲和过往行为，这就使得合作更加顺畅，信任更容易建立，群体凝聚力显著增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发现，依靠八卦这种机制，智人部落的规模可以达到150人左右，这比任何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群体都要大得多。黑猩猩的群体一般只有几十只，再多就会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纽带而分裂。八卦让智人突破了这一生物学上的群体规模限制，但真正让智人脱颖而出的是第2点，讨论虚构的事物。其他动物也能传递这里有食物或那里有危险的真实信息，但只有智人能够谈论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们从未见过，从未听过，也永远不会在客观世界中出现。传说、神话、神、宗教、灵魂、诅咒、护身符，这些都属于虚构故事。赫拉利写道，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也是其他所有动物都无法企及的能力。这种能力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格局。为什么虚构这么重要？因为它让智人获得了一种其他物种没有的能力，大规模、灵活的协作。生物学告诉我们，在自然状态下，任何一个物种的群体规模都受到社交关系的限制。对于一个依靠本能来维持群体的物种来说，个体数量一旦超过某个阈值，群体就会因为无法建立足够的相互信任而分裂。对于黑猩猩来说，这个阈值大约是50只；对于早期智人来说，在没有虚构故事的情况下，这个阈值大约是150人。
但智人通过虚构故事突破了这道150人天花板。怎么做到的？靠共同的想象。赫拉利写道，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天主教的根基在于宗教故事，即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死后复活。这个信念让成千上万互不相识的人能够在同一个教堂里祈祷、奉献、合作，甚至愿意为这个信仰献出生命。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两个互不认识的塞尔维亚人，只要都相信塞尔维亚国家主体、领土、国旗、国歌确实存在，他们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争中拯救彼此。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从未见过面的两位律师能够同心协力为一位完全陌生的被告辩护，只因为他们都相信法律体系、正义原则和人权概念具有真实的约束力。现代企业的运作同样依赖于虚构，一家公司不是它的办公楼，不是它的员工，也不是它的产品，而是一个法律上虚构的法人实体。但这个虚构实体可以拥有财产、签订合同、起诉和被起诉，甚至可以在创始人去世之后继续存在数个世纪。但是赫拉利尖锐地指出，以上这些东西其实都只存在人类自己发明并互相讲述的故事里。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这句话听起来振聋发聩，但它并不是虚无主义的宣告，而是对人类合作本质的深刻洞察。如果你让一群陌生人相信同一个虚构的故事，比如他们都信仰同一个神，或者都效忠于同一个国家，或者都相信同一种货币的价值，那么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陌生人就能有效灵活的合作。宗教是虚构故事，国家是虚构故事，法律是虚构故事，货币也是虚构故事，它们都只存在于人类的共同想象之中。但正是这些想象的现实，让智人能够组织其远超任何其他物种的大规模社会。更重要的是，这些虚构故事是可以更改的，当旧的故事不再适用，我们可以编造新的故事，从而迅速调整社会合作的方式。这种灵活性是基因演化所无法比拟的。基因演化需要数十万年才能产生明显的变化，而文化演化只需要几年甚至几个月。赫拉利的核心论断是，智人之所以能统治世界，不是因为我们会用工具或会生火，其他动物也会使用工具，火的使用也早已出现在人类的祖先中，而是因为我们是唯一能相信虚构故事的动物。虚构故事让人类绕开了基因演化的慢车道，走上了一条文化快速发展的快车道。赫拉利写道，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自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等到文化出现，就再也无法停止改变和发展，这些无法阻挡的变化就成了我们说的历史。于是认知革命正是历史从生物学中脱离而独立存在的起点。从此以后，决定人类命运的就不再是基因的缓慢突变，而是文化的快速演变。认知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合作能力的提升，还有一个黑暗的后果，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大约7万到3万年前，智人从东非出发，向全世界扩张。他们每到达一个新地方，当地的大型动物就遭了殃。体重超过50公斤的大型陆生哺乳动物约有一半就此灭绝。智人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当地有24种体重超过50公斤的动物，到今天只剩下一种袋鼠。曾经在这片大陆上漫步的巨型袋鼠、巨型袋熊、巨型蜥蜴和巨型鸟类，都在智人到达后的几千年内迅速消失。智人到达美洲的时候，北美有47属大型哺乳动物，到大约1万年前，其中34属已经灭绝，包括剑齿虎、巨型地懒、美洲狮的原型、巨型骆驼、巨型野牛等等。这些动物在美洲生活了数百万年，演化出了对当地捕食者的防御策略，但面对智人这种前所未见的双足猎手，他们能投掷长矛、设置陷阱、放火烧林、集体围猎，他们毫无还手之力。赫拉利把这种灭绝浪潮称为人类洪水，而这种人类洪水式的灭绝浪潮，随着智人的脚步席卷了澳洲、美洲和各大岛屿。智人用虚构故事团结了自己，却用实实在在的武器消灭了竞争对手，包括其他所有的人类物种。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梭罗人、直立人，所有这些和我们智人共享地球的人类兄弟姐妹，最终都消失在智人的扩张浪潮之中，要么被屠杀，要么被赶入边缘地带，要么在与智人的竞争中因资源匮乏而灭绝。从此，地球成了智人独享的家园。第二部分，农业革命，史上最大的骗局。大约12000年前，人类历史进入了第二个重大转折点——农业革命。这场革命首先发生在中东的新月沃地，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朗西部一带，然后独立或传播至中国黄河流域、中美洲、安第斯山脉、非洲萨赫勒地区等。传统的历史叙事告诉我们，农业革命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从狩猎采集的流浪生活变成了定居的农耕生活，食物来源更有保障了，人口增长了，村庄、城镇、城市相继出现，文明由此诞生。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在告诉我们，农业的发明是人类的伟大成就，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是文明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就没有后来的文字、国家、艺术和科技。但赫拉利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农业革命可能是史上最大的骗局。他换了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件事。如果我们从小麦的角度来思考呢？10000年前，小麦只是一种普通的野草，只生长在中东一小片区域，它的种子一成熟就会自然脱落，随风散落，难以被人类集中采集。但今天，小麦在全球占据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北美大平原到中国华北平原，从乌克兰黑土地到印度恒河平原，无处不在。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看，小麦是地球上最成功的植物之一，它的 DNA 拷贝数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植物物种。而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它驯化了智人。赫拉利写道，真正的主要嫌疑人就是那极少数的植物物种，其中包括小麦、稻米和马铃薯。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这句话看似是文字游戏，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洞见。智人以为自己驯化了小麦，我们播种、浇水、除草、收割、脱粒、磨粉、烘烤。但换个角度，正是小麦让智人放弃了四处迁徙的自由，日复一日的弯腰劳作，脊椎受损，膝盖劳损，脚掌变形。智人的骨骼结构原本适应的是狩猎采集的生活。我们的身体是为奔跑、攀爬、投掷而设计的，却被农耕劳动折磨出了各种退行性疾病。考古学家在农业时代的骨骼化石中发现了大量狩猎采集时代罕见的疾病痕迹，严重的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骨刺、龋齿、缺铁性贫血。农民的骨骼比采集者的骨骼更小、更脆弱，身高普遍矮了10几厘米。他们的牙齿因为大量摄入淀粉类食物而布满蛀洞。这些实实在在的生理退化证据，让赫拉利的骗局说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农业革命带来的核心变化是，食物总量增加了，但个人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狩猎采集者每天工作3到6个小时就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他们不需要为明天的早饭发愁，自然界到处都是可食用的植物和动物，他们只需随手采集即可。他们的饮食极其多样化，吃各种野果、坚果、块茎、昆虫、小动物、鱼类、鸟类，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营养素会缺乏。他们不需要储存大量粮食，所以也就不需要为保护储存的粮食而建造仓库、分配看守、应对盗贼。他们一年四季迁移，跟随食物来源，在一个地方住腻了就换一个地方，永远保持新鲜感。许多人类学家把这种社会称为最初的富裕社会，工作时间短，食物多样，没有大规模的传染病，社会关系相对平等，几乎没有暴力冲突。而农民呢？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都被农活捆绑。春季要翻地播种，夏季要除草浇灌，秋季要收割脱粒，冬季要加工储存。他们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他们的饮食极端单一，往往依赖1、2种主食，全年80%以上的热量来自小麦或大米。这种单一饮食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缺乏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传染病在密集的定居点中频繁爆发，天花、麻疹、流感、肺结核、麻风病，这些夺走无数生命的传染病都是在农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因为狩猎采集者居无定所，人口密度低，病菌很难在群体中扩散。而农民常年住在拥挤的村庄里，人畜共居，垃圾遍地，水源污染，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一旦遇到干旱、洪水或虫灾，更是大面积的饥荒。因为农民依赖几种农作物，一旦这些作物欠收，
整个村落就可能面临饿殍遍野的惨状。赫拉利用一句话总结了农业革命的本质，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但问题在于，一旦开始了农业，就再也回不去了。人口在农业革命后呈爆炸式增长，每一块农田都能养活比采集地多10倍甚至100倍的人口。当人口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如果试图回到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于是人类就这样上了小麦的当，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赫拉利把这个过程叫做奢侈生活陷阱。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并没有人在背后操纵农业革命发生，或是意图让人依赖谷类为生。一开始只是各种小事，主要就是希望吃饱一点，生活安全一点。但最后累积引起的效应，就是让远古的采集者开始花上整天的时间在烈日之下挑水务农。农业革命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社会规模的急剧扩大，粮食有了剩余，就可以养活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祭司、官僚、士兵、工匠、艺术家、国王。村落逐渐变成城镇，城镇逐渐变成城市，城市最终合并成王国和帝国。狩猎采集部落通常只有几十到100多人，而农业社会的城镇可以有几千人，城市可以有数万人，帝国则可以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但问题来了，几百万人怎么能够在一起生活而不陷入混乱？在熟人社会里，靠亲情和邻里关系维系秩序，但在陌生人的海洋里，必须有超越个人关系的共同规则。答案还是那2个字：虚构。汉谟拉比法典是虚构，他宣称法典来自太阳神沙马什的启示，但实际上是一群巴比伦学者和国王共同编纂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等级和阶级利益。独立宣言也是虚构，他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但生物学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从来不是生而平等的，每个人在天赋、能力、出身、健康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正是这些虚构的秩序，让成百上千万的陌生人能够按照同一套规则生活在一起，相互信任，相互协作，而不至于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和暴力。赫拉利指出，所有的大型合作网络、宗教、国家、法律、公司、货币都是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共同想象中，但正是这些想象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每天醒来，相信这个国家是真实存在的，相信手里的钞票是有价值的，相信法律会保护我们的权益，相信公司会按时发给我们工资。这些信念构成了我们全部的社会现实。如果有一天这些共同的信念集体崩溃了，整个社会结构也将随之瓦解。这正是为什么历史中每一次文化危机、信仰危机、货币危机都会引发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农业革命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社会等级和不平等的固化。在狩猎采集社会中，部落成员之间相对平等，因为食物无法大量储存，没有人能积累远超他人的财富。即使是最强壮的猎手，也不可能储存比别人多出几10倍的肉食，因为肉食很快就会腐烂。因此，财富差距很小，社会地位更多的取决于年龄、智慧、勇气，而不是财富。但农业社会有了粮食剩余，就有人能控制这些剩余的分配，于是出现了自由人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些等级起初可能只是偶然的差异，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被编织进神话、宗教和法律之中，变成了天经地义的社会结构。赫拉利写道：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生物学上可能的事情，比如女性可以领导，男性可以育儿，文化往往会说不可以；而生物学上不可能的事情，比如种姓制度的纯洁性、贵族血统的优越性，文化却可能说必须如此。人类创造了各种等级制度，然后把它们说成是自然的、神异的、永恒不变的，以此来巩固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位。赫拉利尖锐地指出，历史从来不是正义的。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社会制度，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分化，都是在农业革命之后被虚构出来并一代代固化下来的。介绍完了人类简史所谈的内容，让我们也介绍一下外部对农业骗局论的质疑。赫拉利在书中用了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证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的骗局，写得非常精彩，视角也很独特。他描绘的图景是狩猎采集者每天只工作3到6个小时，饮食多样，营养均衡，体格健壮，不受传染病侵扰，过着最初的富裕社会的生活。
而农民则终日弯腰劳作，饮食单一，被各种疾病折磨，生活质量大幅下降。这个论断听起来振聋发聩，但在社会上同样存在大量的批评者。他们指出，赫拉利在这里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他选择的样本有严重偏差。赫拉利笔下那个饿了就从面包树上摘果子的世外桃源，在地球上寥若晨星，只存在于太平洋某些小岛和北美部分地区。而对绝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来说，吃了上顿没下顿，人类的成长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处于时常饿肚子的情形才是生活的常态。委内瑞拉的土著西维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仅1705大卡，远低于现代人维持正常活动所需的能量。把少数幸运儿的生活当作整个狩猎采集时代的普遍状态，就像用亿万富翁的生活来代表全体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一样，是典型的以偏概全，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心态。第二，他忽略了狩猎采集生活残酷的另一面。在医疗不存在的年代，婴儿死亡率极高，受伤感染几乎必死，冬季饥荒频繁，部落冲突不断，这些才是大多数采集者的日常生活。考古证据表明，采集时代的人类平均寿命远低于农业时代，能够活到老年的人是极少数。赫拉利描绘的那幅没事聚集在一起八八卦，不受传染病侵扰的伊甸园图景，更像是浪漫化的想象。第三，他忽视了农业带来的不可替代的文明成果。农业确实带来了繁重的劳动，但它也解决了温饱问题，让游牧生活趋于稳定，促成了剩余产品的出现，从而为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农业，就不可能有城市、文字、国家、艺术、科学。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建立在农业剩余的基础之上。将农业革命简单的定义为让更多人更糟的活着，是一种片面的道德批判。第四，他的推理链条存在逻辑跳跃。有评论者指出，赫拉利的农业骗局论来源于演化生物学中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理论延伸，从基因的演化不以个体幸福为目标这一生物学事实，直接跳到了农业革命让人类更悲惨的价值判断，中间缺少了严谨的论证环节。关于这些争议，您怎么看？欢迎留言评论发表您的看法。第三部分，人类的融合统一，世界为什么越来越小？在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历史进入了漫长的文明演进阶段，时间跨度从大约5000年前一直延续到500年前。这个阶段虽然没有前2次革命那样剧烈的突破性变化，但它呈现出一个清晰的、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那就是赫拉利所说的人类的融合统一。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总体趋势是走向融合，虽然局部有分裂、战争和倒退，但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大事。从3万年前，地球上每个山谷都可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到今天，我们几乎所有人共享同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同一套科学方法论，同一系列国际法和人权准则。这一融合过程虽然缓慢，但方向从未改变，而且正在加速。赫拉利写道，从几千年的跨度来看，历史的大方向是走向统一。现如今，几乎所有人类都接受同一套地缘政治、经济、法律、科学体系。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仍然有强烈的民族差异和文化多样性，但这些差异越来越像是同一个全球文明内部的子风格，而不是彼此隔绝的平行世界。推动人类走向统一的有3股核心力量：货币、帝国和宗教。货币可能是人类发明的最成功的虚构故事。想想看，一张薄薄的纸有什么价值？它本身只是一张印了图案的纸，既不能吃，也不能穿，不能遮风挡雨，不能治病救人。但当所有人都相信这张只能换到食物、衣服、房子、药品的时候，它就拥有了实际的价值。赫拉利指出，不管什么形式的金钱，它们的价值都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信任正是所有金钱形式最基本的原料。没有这种信任，金钱就只是一堆废纸或金属片。货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让互不相识、互不信任的人能够有效的合作。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可能因为信仰分歧而互相仇视，但他们都能接受金币的价值，因为金币背后有共同的信任基础。赫拉利写道，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金钱制度有2大原则：万物可换，万众相信。也就是说，金钱可以兑换任何商品和服务，而且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它的价值。赫拉利还做了一个精辟的对比，宗教信仰的重点在于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我不需要相信黄金本身有什么内在价值，我只需要相信，
当我拿着黄金去交易时，别人会接受它。这种别人相信的信念构成了货币系统的核心支柱，也是它能够跨越文化、宗教和政治边界的根本原因。帝国是推动人类统一的第二股力量。赫拉利对帝国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定义：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2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帝国的逻辑简单而粗暴：征服、同化、统一。罗马帝国把地中海变成了我们的海，把拉丁语和罗马法传播到欧洲各地，让高卢人、不列颠人、埃及人都变成了罗马公民。阿拉伯帝国把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从中东传播到北非、西班牙和中亚，促使伊斯兰文明在7到10世纪达到世界巅峰。蒙古帝国打通了东西方的陆上通道，让丝绸之路上商旅不绝，促进了技术和思想的交流。大英帝国则把英语、英国法律和议会制度传播到了全球各大洲，其文化影响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帝国的扩张过程充满了血腥、暴力和奴役，征服者往往给被征服者带来巨大的苦难。但从历史的长远视角来看，帝国也确实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人类的融合。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这正是帝国留下的共同遗产。赫拉利指出，我们眼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帝国并不受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族群管辖。就像古罗马帝国晚期，它是由多民族的精英共同统治，并且是由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利益结合。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全球帝国，虽然没有明确的皇帝和首都，但全球化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规则已经无处不在。宗教是第3股统一力量。赫拉利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宗教有2大基本要素：第一，宗教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象和协议；第二，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发展出他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早期的宗教往往是地方性的，每个部落有自己的守护神和祖先神灵，每个山川河流都有自己崇拜的精灵。这种地方宗教无法实现跨文化的统一，因为一个部落的神和另一个部落的神互不相干。但后来出现的普世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宣称他们的真理适用于全人类，不论种族、语言、地域。宗教的力量在于，它能让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同一种身份认同。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埃塞俄比亚人可能素不相识，但如果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就能在同一个教堂里祈祷。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可能语言不通，但如果他们都是穆斯林，他们就能在同一个清真寺里并排礼拜。这种基于共同信仰的认同，跨越了种族、语言和国界的藩篱，为人类提供了超越政治和文化边界的连结纽带。赫拉利总结说，货币、帝国和宗教这3大力量，在过去几千年里不断把人类推向全球化。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国际法框架、普世人权价值观、无处不在的网络通信，正是这种长期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虽然当前的全球化进程遭遇了一些逆流，但从1000年尺度来看，融合的趋势不会逆转，因为技术、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比任何短期的政治动荡都更加根深蒂固。第4部分，科学革命，从发现无知到成为上帝。大约500年前，人类历史进入了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革命——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始于16世纪的欧洲，然后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全球，彻底重塑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赫拉利指出，科学革命最核心的突破不是望远镜、显微镜、蒸汽机或计算机这些具体的发明，而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念革命。人类终于发现自己其实是无知的。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文化都坚信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知识都已经被先贤们掌握并记录下来了，在圣经里，在古兰经里，在四书五经里，在古希腊哲人的著作里。学者们的工作不是去探索未知，而是去反复阐释和注释这些经典，从中提炼出指导生活的智慧。没有人认为还有什么根本性的、未被发现的知识等待人们去发掘。这种心态导致了长达数百年的知识停滞，但科学革命彻底颠覆了这个观念。它承认了一个惊人而解放的事实：我们对世界的绝大部分知之甚少，甚至完全无知，而且这种无知是可以通过系统性探索来克服的。赫拉利指出，
现代科学具有3大独特特征，包括愿意承认无知、以观察和数据为中心，以及追求新能力。科学革命实质上是无知的革命，它使得人类开始承认自身在许多最重要问题上几乎一无所知。现代科学比先前的任何知识体系都更具活力、更有弹性，也更具求知欲。这种对无知的谦卑承认，释放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哥白尼怀疑地心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体，牛顿探索万有引力，达尔文追问物种起源，爱因斯坦挑战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这些科学巨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答案，他们愿意承认现有知识是不够的，他们敢于提出我们不知道，然后通过观察、实验和数学推理来探索答案。这种态度在之前的文明中几乎是缺失的。科学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它需要强大的外部动力。赫拉利指出，科学和帝国是一对连体婴，彼此依赖，互相促进。为什么？因为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帝国和商业力量需要有用的知识来扩张版图、开辟航路、开发资源、征服敌人。欧洲的探险家们远航到世界各地，背后是国王、女王和商人的慷慨资助，而他们带回来的地图、植物标本、天文观测数据、人种学记录，又反过来极大地增强了帝国的治理能力、军事效率和商业利润。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他随身带着西班牙王室签发的探险许可，同时也带着对黄金、香料和基督徒皈依者的渴望。库克船长3次探索太平洋，既绘制了精确的海图，也宣布了英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权。每一次远航都同时是科学考察和帝国扩张行动。赫拉利写道，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前往遥远的彼岸，除了新领土，也是为了新知识。现代科学和现代帝国背后的动力都是一种不满足，觉得在远方一定还有什么重要的事物等着他们去探索、去掌握。这种对未知的不满足是驱动现代科学和帝国扩张的共同引擎。赫拉利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科学研究一定得和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联手，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意识形态能够让研究所耗的成本合理化，而代价就是意识形态能够影响科学的进程表，并且决定如何使用研究成果。科学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它只负责揭示世界如何运作，而无法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成果的应用必然受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深刻影响。2战期间的原子弹研究是为了战胜敌人，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是为了争夺霸权。今天的基因编辑技术，一方面是为了攻克疾病，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用于优生学和军事用途。赫拉利提醒我们，科学不是中性的，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的价值选择。科学革命还催生了另一个强大的虚构故事——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未来会比现在更美好，经济增长是无限的，只要我们不断投资于科学、技术和生产，人类社会的总蛋糕就能持续变大。这个信念在今天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被认为是荒谬的。过去的人们普遍相信资源是有限的，经济是零和的，你多占了，我就少了。这一代人过好了，下一代人就要受苦。历史上几乎所有文明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总财富是固定的，一个人富起来必然导致另一个人穷下去，所以为富不仁和平均主义成为普遍的社会观念。但资本主义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通过科技创新和资本积累，整个社会的财富可以同时增长，所有人都可能从中受益。这个信念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催生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赫拉利写道，贪婪是好的，让自己过得好，同时也让他人受益。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成长至善。现代经济以持续指数增长为特点，基于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帝国资本主义的循环在新发现、殖民地、利润、信任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正向反馈，推动着欧洲乃至全球经济的指数级扩张。但是，赫拉利也警告说，市场本身无法完全独立于政治影响，政治系统必须介入，通过法律禁止欺诈行为，以维护信任和经济秩序。纯粹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市场的健康运行需要法治、监管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支撑。工业革命是科学革命的直接延续和升级。蒸汽机、电力、内燃机、计算机、互联网，这些技术接力棒般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但赫拉利指出，工业革命最深刻的改变
其实是对能源的使用方式。在此之前，所有能源最终都来自太阳，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质能，人类和动物消耗这些植物来获取能量，风力和水力也只是太阳能加热地表引起的气流核循环。整个生物圈的能源总量取决于每年太阳辐射的输入量，存在一个明确的年度上限。但工业革命让人类开始大规模开采和燃烧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是亿万年前通过地质作用储存下来的古代太阳能。这就像人类突然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能量宝库，使得我们能够使用的能源总量在几百年间增长了数百倍。从此，经济增长不再受制于当年的太阳输入，人类的生产力开始指数级飙升。赫拉利写道，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能源转换的革命。他还指出，现代经济依赖于人们对未来的信任和资本投入。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合二为一，成为现代经济的双重引擎。富人主张投资，其他人奉行购买。这种双重引擎推动着消费社会的形成，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等严峻问题。在书的后半部分，赫拉利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也是全书最具哲学思考的部分：人类越来越强大，但我们比祖先更快乐吗？答案并不明确，甚至可能是悲观的。我们确实拥有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丰富的物质生活、更便捷的信息获取，但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焦虑症、抑郁症和孤独感。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抑郁症和焦虑症在现代发达国家的发病率远高于传统农业社会或狩猎采集社会。我们每天都在刷手机、看屏幕，但深层次的社交联系却在不断削弱。赫拉利指出，快乐并不简单的等于物质条件的改善。生物学家和神经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一个人的快乐水平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和神经递质水平决定。中彩票的人在1年后的快乐程度会回到基线水平，遭遇严重车祸的人在1年后也会恢复到接近基线的水平。如果科技的进步不能带来持续增长的快乐，那我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否值得？赫拉利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警醒意义。赫拉利在书的最后把目光投向了未来，这也是全书最具前瞻性和争议性的部分。今天，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写生命的规则。生物工程让我们可以精准地修改基因，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已经可以让科学家像编辑文本一样修改 DNA 序列。仿生工程让我们可以用机械和电子装置替代受损的器官，甚至制造出比天然器官更强大的人工心脏、人工视网膜。人工智能和无机生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它们不再只是计算工具，而开始具备学习、推理、创造甚至情感模拟的能力。所有这些技术都在挑战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的定义本身。赫拉利问道，如果我们可以用科技升级人类，提高智力，延长寿命，改变情感模式，那么升级后的生物还是人类吗？他们会成为一种新物种，甚至一种新神。他引用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吉尔加美什计划。4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史诗中，英雄吉尔加美什为了追求永生而踏上漫漫征途。他穿越黑暗，击败怪兽，潜入海底寻找不死草，但最终仍然失败了。今天，人类对长生不死的追求从未停止，甚至比以前更加狂热。基因编辑、纳米机器人、意识上传、低温冷冻，这些曾经只存在于神话和科幻小说中的事情，正在变成严肃的科学课题。许多顶尖科学家和科技巨头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攻关。赫拉利在书的开头写道，历史在人类创造神的时候开始，在人类成为神的时候终结。今天，我们正站在这个成为神的门槛上。我们有能力改变生命本身，也有能力毁灭整个地球，更有能力创造出从未存在过的全新物种和全新智能。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几万年来，智人靠着虚构故事的能力，从一个不起眼的非洲物种变成了地球的主宰。我们创造了宗教、国家、货币、公司、法律、道德，这些虚构的实体构建了我们全部的社会现实，也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能做什么，因为我们的能力正在以指数级膨胀，而是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吗？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价值底线在哪里？赫拉利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把这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而这个问题，智人将走向何方，成为什么样的存在，可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回答，而且是立刻回答，因为技术不会等待。
以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来结尾，它既是警醒，也是勉励。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联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我们再来谈谈外部对认知革命概念的批评。赫拉利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3个阶段，这个框架清晰有力，但也因此受到了大量来自学术界的尖锐批评。首先，认知革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重新定义的。在英文学术界，认知革命 Cognitive Revolution 原本指的是2战后心理学领域围绕认知行为发生的方法论革命。赫拉利借用这个术语并重新定义，似乎是为了和之后的2次革命统一起来，营造出一种不断革命的历史叙事。其次，7万年前这个时间点的设定缺乏扎实依据。赫拉利声称，7万年前智人突然获得了语言和想象的能力，从而引发了认知革命。但问题是，史前人类只留下了骨骸和遗迹，我们根本无法追溯他们7万年前的思维世界。这个推断也与其他研究不符。据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综述，人类思维和语言的进化并非一次性的突变，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更关键的是，4万年前人类物质文化才开始突飞猛进，逐渐发明了弓箭、针线、衣服、舟船、器皿。这个延续至数千年前的过程，戴蒙德称之为大跃进。赫拉利似乎受到了戴蒙德的启发，但将这场革命前推到了7万年前。且不论年代如何确定，一个从7万年前逐渐开始，在此后数万年中不断被各种发明所丰富的过程，还能称之为一次革命吗？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家达山纳 Darshana Narayanan 在《Current Affairs》杂志上发表长文，将赫拉利称为科学民粹主义者 （Science Populist）。所谓科学民粹主义，指的是讲故事的天才根据科学事实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用简单的、情绪化的、令人信服的语言讲出来，但叙述去掉了细微差别和怀疑，带有一种虚假的权威感。达山纳指出，赫拉利与政治上的民粹主义者一样，是虚假信息之源。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赫拉利在书中写道，智人在不久之前还是大草原上的小可怜，整天充满恐惧和焦虑，而人类历史上众多的灾难其实都是源自这场过于仓促的地位跳跃。达山纳批评说，这段话听起来像《狮子王》里的台词，故事讲得很生动，很吸引人，但毫不科学。是什么让一头狮子充满自信？是焦虑让人类变得残忍吗？这些论断没有任何实验或观察数据的支撑。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盖伦·斯特劳森 Galen Strawson 在2014年的书评中，将《人类简史》描述为夸张和煽情，其横扫一切的判断带有一种破坏性的粗暴。另一位评论者约翰·瑟克斯顿 John Sexton 则总结说，这本书从根本上就是不严肃的，配不上他所获得的广泛赞誉和关注。我们再来谈谈哲学根基的矛盾与缺失，这是学术界对赫拉利最深层的批评之一。哲学家布莱恩 ·J· 柯林斯 Brian J. Collins 指出，赫拉利被他自己在第一本畅销书中所提出的哲学立场削弱了。为了推进一个连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论证，赫拉利首先需要巩固自己的哲学承诺，但他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具体来说，这种矛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生物学决定论与道德解读的冲突。赫拉利一方面强调人类的行为由生物属性所决定，另一方面又不断对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发出先知般的道德评价。这种生物学决定论与对历史的道德解读之间的强烈逻辑冲突，削弱了全书的思想力度。解构一切虚构却无法自洽，赫拉利将宗教、自由主义、启蒙主义、人权、进步等理念一视同仁地当作想象，不加区别的批驳。但如果人权只是虚构，他用什么标准去批判历史上的不公？如果进步只是幻想，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什么？这种激进的解构最终指向了虚无主义，而赫拉利本人也无法真正站在他所批判的那些虚构之外。想象理论与科学实在论的矛盾，有评论者指出，赫拉利在书中后半部分或多或少暗示了一种科学实在论的态度，但这与他前面提出的想象理论是矛盾的，因为后者很可能把科学及其对象也视为一种文化建构。换句话说，如果一切都是虚构，那么科学为什么是例外？还有的批评着重在书中的叙事缺陷、头重脚轻与理论杂糅。不少读者和评论者都注意到人类简史在结构上的不平衡。头重脚轻，开篇讲述智人进化的人类学、考古学研究让人感觉新鲜有力，但到了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章节，叙述力度明显减弱。理论杂糅的嫌疑
有评论者指出，后半部分不免有将学界经典理论，例如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等杂糅在一起的嫌疑。赫拉利更像是在用通俗的语言复述这些已有的理论，而非提出真正原创的洞见。结构混乱，有读者认为书中内容像是按照时间线的堆砌，甚至被纸目录、纪录片、世界历史的节目列表基本雷同。当然，也有人在政治角度批评了这本书的立场，比如他对帝国主义态度的暧昧，这是来自政治哲学视角的批评。有评论者指出，赫拉利在书中对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的态度到底是批判还是暧昧，让人困惑。一方面，他描述了帝国扩张中的血腥、暴力和奴役；另一方面，他又将帝国视为推动人类融合统一的三股核心力量之一，认为从长远来看，帝国促进了文化的传播。这种叙述让读者难以判断作者的立场，他是在谴责帝国主义，还是在为他辩护？这种价值判断上的模糊，削弱了全书作为一部批判性历史的力量。另外的一部分批评认为，本书对快乐议题的讨论流于表面。赫拉利在书的后半部分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人类越来越强大，但我们比祖先更快乐吗？不过，许多读者认为这一部分的处理不够深入，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与前后文脱节。有评论者指出，快乐这部分似乎有点突兀，跟前后都不契合，缺少连接和思辨。二、结论过于简单。赫拉利借助生物学和佛教的观点，认为快乐水平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追求快感只会导致痛苦。这个结论虽然有趣，但对于一个如此重大的哲学问题来说，论述的篇幅和深度都远远不够。三、受到佛教思想的明显影响。赫拉利本人参加过禅修，书中对快乐的看法明显受到了佛学的影响。有读者认为，他将个人的哲学偏好当作了全人类的答案。还有关于本书技术决定论与宿命论倾向的不同观点。在书的最后部分，赫拉利展望了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科技将如何改变人类。但有评论者指出，这暴露了赫拉利的技术决定论主张。他认为技术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人类几乎无法阻挡。同时，书中也流露出一种宿命论的倾向，历史仿佛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人类一旦走上某条路，比如农业，比如科技，就再也无法停下来。这种叙事虽然引人入胜，但也剥夺了人类在历史中的能动性和选择权。让我们最后谈谈这本书挥之不去的欧洲中心论底色，这是《人类简史》最受非西方读者诟病的一点。尽管书名冠以人类二字，但很多读者读完之后的感觉是，这更像是一部欧洲简史。这种欧洲中心论首先体现在叙事结构上。赫拉利的人类文明演进图景依然牢固地铺设在西方的经典坐标之上，两河流域、古罗马、基督教欧洲、科学革命。但是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尤其是来自东方的文明，在其中更像是一个若隐若现迟来的用于佐证主线的注脚。具体到对于东方文明的叙述，问题更加突出，这恐怕是这本书作为人类简史的最大败笔。有评论者指出，书中对古代中华文明的叙事从那里的秦汉朝代才真正开始，而在此之前的大量文明，比如良渚、陶寺、二里头等历史考古发现，以及那里国家形成与哲学突破，比如著名的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几乎被完全忽略。这无异于在讲述一棵大树时，只描述其部分枝叶，却绝口不提它深广的根系。更有读者统计，全书64章中涉及东方上亿人的只有1章，其余全在描述西方几千万人的事。对于一个人口占比超过世界一半的东方世界，只用了1/64的笔墨，却号称人类简史，这种名实不符让许多读者感到信誉度不足。另一个典型问题是术语误用。赫拉利将儒家简单归类为与一神教并列的宗教，这是一种典型的术语误用。来自中国古代的儒学的核心是一套服务于现世秩序的伦理政治哲学，其根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非对超自然神的崇拜。这种误读导致书中也完全无视了与儒家并行的大量的古代科技与艺术成就，比如在西方局势学校熟知的基于实用理性的历法算学，蕴含系统思维的《孙子兵法》，强调天人感应的中医体系等，在宗教的标签下被悄然抹去。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文明底层逻辑的缺失。赫拉利未能深入解释，为何同样经历认知革命的人类会发展出如此迥异的文明轨迹。这背后是宇宙观的本质不同。他所持立场的解剖刀思维源于希腊的原子论与哲学传统，倾向于将世界客体化，进行分析、征服与改造，
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存在一定差异。东方的有机体思维根植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将宇宙视为一个庞大的生命整体，强调关联、共生与和谐。这解释了为何东方文明虽有强大的文化同化力，却未曾发展出西方式的大规模种族奴役与灭绝体系。在研究人类历史方面，采用全球化视野是一个更高的思维模式。虚构故事理论的局限性。赫拉利最著名的理论创新莫过于虚构故事这一概念。他认为，智人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我们是唯一能相信虚构故事的动物。宗教、国家、货币、法律、人权、公司全部是想象的现实。这个观点极具启发性，但也招致了不少批评。首先，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仅仅是故事，可能导致哲学和道德上的困境。如果国家、法律、人权都仅仅是故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为什么要捍卫人权？这种观点可能滑向文化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陷阱。所有文化和信仰都是等同的，并没有所谓的真实或虚假。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导致道德上的混淆，因为它暗示没有普遍的价值或真理。其次，虚构故事理论忽略了权力关系在故事传播中的作用。有学者从斯宾诺莎哲学的视角批评赫拉利，赫拉利隐含的假设这些虚构故事是自我产生、自我传播的，仿佛人类是因为共同相信某个故事才走到一起。但事实上，很多共同神话是通过权力关系、暴力征服或象征性压迫才被强加于所有人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共同相信什么，而是谁来决定什么是共同神话。赫拉利淡化了权力、暴力和不平等在这些虚构的建构与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赫拉利本人也无法真正摆脱他所批判的那些虚构。他一方面解构国家、宗教、货币的虚构性，另一方面又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框架内展开论述。有评论者指出，赫拉利的作品被其自身的哲学立场削弱了。为了推进一个连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论证，他首先需要巩固自己的哲学承诺。换句话说，他批判一切虚构，却无法为自己的批判找到一个不依赖于虚构的立足点。最后，有评论者指出，赫拉利的文化背景可能影响了他的理论倾向。他生长在以色列，一个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织的多元宗教环境。犹太文化和宗教中充满了丰富的历史和故事，赫拉利可能对这些叙述有深刻的认识，意识到他们如何影响了犹太人的集体身份和文化。他看腻了旧约的神话历史故事之后，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所有故事都视为虚构。这种看破红尘式的激进解构，虽然带来了思想的震撼，却也丧失了一定的历史研究的分寸感。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综合以上对《人类简史》这本书的介绍和批评，我们从2个方面给您做了全面的解读。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这趟思想旅程，认知革命让智人获得了虚构故事的能力，突破了自然界的群体规模限制，成为唯一能进行大规模、灵活合作的物种。农业革命让人类放弃了狩猎采集的最初的富裕社会，走上了一条人口爆炸但个人生活质量普遍下降的道路，同时也催生了社会等级和不平等的固化。货币、帝国和宗教这3大力量在几千年间持续推动着人类走向融合与统一，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科学革命则让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无知，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求知欲和创造力，赋予了我们近乎神一般的科技力量，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和生存危机。赫拉利用一本书的篇幅，横跨物理、生物、历史、经济、宗教、哲学等多个领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动物到上帝的宏大故事。这个故事既令人振奋，也令人不安。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个物种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这本书最动人的力量，恰恰在于用抽丝剥茧的理性和令人惊叹的跨学科视野，解构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它不提供标准答案，却处处是唤醒思考的火花。它教会我们用局外人的视角，从外星球的高度来审视人类自身。当我们看清文明是如何建立在虚构之上，看清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是如何被历史偶然性塑造的，我们或许才能更加理性地选择未来的方向，而不是被盲目的欲望和技术惯性所裹挟。它的贡献和局限可以这样概括：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宏大思维框架，用虚构故事这一概念串联起了人类从动物到上帝的整部历史，让普通读者得以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自身。赫拉利在跨学科知识整合和通俗化表达方面的能力确实令人叹服，不过它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致命伤，
在于其潜藏的叙事骨架依然是欧洲中心论的。它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为何能征服世界，却未能平等且深入地诠释其他人类的更多的文明体系为何是现在这个样子。在科学上，它对认知革命时间点的设定缺乏依据；在农业评价上，它用浪漫化的采集生活与片面的农耕苦难做对比；在哲学上，它将一切社会结构简化为故事，却回避了权力关系和价值根基的问题。这本书最好被定位为一本西方视角下的全球史导论，它是一面珍贵的镜子，能照出西方知识精英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拿起另一面镜子，从不同角度对照观瞧，才能窥见人类历史那复杂、多元而真实的立体面貌。真正的人类简史仍有待后来者去共同书写。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强烈推荐你亲自去读一读原著。这本书的文笔生动幽默，充满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洞见和出人意料的比喻。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告诉你人类是什么，而在于让你自己去思考你想成为什么。感谢你花时间收听这一期的深度解读。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是您的时光之旅导航员劳伦斯星辰，我们下期再见。